Hello， 大家好，我是剑哥。NAS 的全称为网络附属存储。那这几年呢，随着它的能力越来越强，那这个 S 就不像是 storage 了，而是越像 server 了。它不仅能存照片、存视频做备份还能跑 Docker， 开虚拟机能做一台7/24小时在线的服务器。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呢，是它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了需要学习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那这次的铁维码的 TOS7 想解决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它不是想方设法的把这些东西做的简单易懂，而直接掀桌子了，从底层下手主推一个更大的概念 AI 原生 NAS。当然呢，听到 AI 原生 NAS 这几个字我知道大家又会突然想起高兴的事情了，但是你先别急。TOS7 的 AI 原生 NAS 呢，重点在于原生两个字上。因为现在只要产品一说自己有 AI， 大家都看了就笑了高兴大大。你这个 AI 是不是又是个换了个皮套了个聊天框？那这几年呢，我们看过太多了这种 AI 的产品了不过是系统内多了个 AI 入口，然后呢，我们可以问他RAID 是什么Docker 怎么装 ，SMB 权限怎么配他回答的可能很流畅，但是说到底他还是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那真正的点菜单、配参数、看日志、改设置的人呢，还是我们自己本质上呢，还是一个第三方的问答机器人和我们另开一个标签页问 ChatGPT 是没什么本质区别的。TOS7 想讲的 AI 原生不是这个。那假设呢，你吃了个包子普通问答的 AI 会特别耐心的教你怎么和面、调线、擀皮、上锅蒸，讲得很细，也不一定错。但问题是，他只负责讲所有活还是你一个人干。而 TOS7 呢，更像是你说一句我想吃包子，那他直接进厨房边操作边给你讲解自己干了什么，然后直接把包子塞给你嘴里了。我们直接接济矿业城的资本家了只要发号施令就行了。当然了，能干活也不代表它是 AI 原生。AI NAS 呢，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 NAS 里面跑一个 Docker AI， 就像之前很火的小龙虾，听起来好像更进一步了。毕竟呢，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网页问答，而是真的跑在 NAS 上了。但是呢，现有体系上的额外纳入 AI， 就需要避免 AI 进程干扰系统的核心服务。容器技术的隔离性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同时呢，也给了这类 AI NAS 摁死了上限。在真正涉及到了 NAS 的底层硬件与系统 API 上呢，容器化就有些鞭长莫及了。所以呢 ，TOS7 的思路呢，不是把 AI 塞进一个容器里，而是呢，从系统的层面给 AI 准备工具。它从底层的重构系统，将核心功能呢拆成了500多个原子 API 配合23项专属的 CLI 和10多个核心的 skill， 让系统内置的原生的 agent 能够直接调用内核能力，自由操作文件系统、应用服务与硬件资源。TOS7 的 AI 原生呢，不是多了一个 AI 助手，而是系统本身开始为 AI 工作流服务。别人是 NAS 里面注了一个 AI， 而 TOS7 则是围绕 AI 长出了一个 NAS 不过 PPT 吹的再牛呢，还是要看看实际究竟能落到什么样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工作室一个非常明确的需求，我们在拍完了一批视频或者照片素材之后呢，会先把它放到 NAS 里面的一个文件夹里。后面呢，公司里的同事还要一起去用这些素材有人要看，有人要改，有人还要继续往里面放新的文件。所以呢，我需要有一个专门放这些工作素材的地方，大家都能正常用。这些素材呢，还要发给外面的人看。我一般就是想发一个链接给对方，让他点开就能看到里面的内容。但是外面的人呢，只是看一下或者下载一下就行了不能让他们乱改乱删。那公司同事这边呢，还是要能够正常的改文件、传文件不然工作就不方便了。这个事情听起来很简单呢，但放到传统 NAS 呢，其实会变成一整套复杂的流程。你要建共享文件夹，要进文件管理器去复制素材，要手动分类，还要创建用户组，配置 ACL 权限，设置访客只读，最后呢再去分享文件夹，配置有效期和密码。好，到了 TOS7 呢，这些事可以换一种方式做首先是导素材。插入了外置硬盘后呢，我们可以用自然语言去指挥它新建一个名为素材的共享文件夹，将 USB 设备里的 Media 文件夹里的文件按照类型归档到其中。
接着呢，分配权限啊，我们的目标是让公司里的人可以读写，而别人只能看，所以直接说新建一个员工用户组啊，里面有编导、动画、后期、摄影、美工，大家都可以对刚才新建的素材文件加读写，但是访客不行。最后呢，就是分享，由于涉及到铁面码网站的账号密码，所以我们需要先手动来到空军面板的远程访问当中呢，配置好 TNAS Online。接着呢，就可以告诉 AI 啊，将素材共享文件夹里的图片文件夹分享出去，有效期7天啊，密码是1234566。这样呢，任何人拿到链接和密码，就能在任意地方访问了，和网盘一模一样了。这一整套的流程呢，在传统 NAS 里面呢，就是一堆菜单、一堆页面、一堆参数。但在 TOS 7里呢，它可以变成极具人化啊，导入素材、分配权限、生成分享啊，这就是它 AI 原生的价值。它不是教你怎样去操作 NAS， 而是把 NAS 原本分散在各个角落的功能呢，串成一条可以执行的工作流。啊，传统 NAS 呢是你跟着菜单走啊 ，TOS 7呢是系统跟着你的目标走。那除了 AI 呢 ，TOS 7这次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就是全局搜索。无论是电脑、手机还是 NAS， 用久之后呢，最痛苦的事情往往不是没有文件，而是文件太多了。那照片、视频、工程文件、压缩包、文档、备份版本啊 ，NAS 里五花八门的内容呢，只会越存越多。很多文件刚存进去的时候呢，分类还很清晰，但是数据量一大，想找的时候呢，依然得翻半天。翻的时候呢，还容易走神，到最后你明明知道东西就在这里，但就是找不着。有了全局搜索之后呢，检索文件呢就像 Spotlight 一样简单，输入关键词呢，所有的分类就全部出来了。大幅降低了查找成本。那这类功能听起来没有 AI 那么炫酷啊，但是对于日常体验的提升反而更直接。存储管理呢，这次也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那这个功能被单独抽离出来，整体结构呢比以前更加清晰。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所有硬盘的信息和存储关系，虚拟磁盘、USB 设备、热备盘以及 SSD 缓存也能在这里呢统一管理。在虚拟化方面呢 ，TOS 7还有一个实际的更新，给我们带来了基于 KVM 的 BMS。那 KVM 基于 Linux 生态里面非常成熟的虚拟化方案，那很多的服务器、云平台、虚拟化平台都在用这套逻辑。铁面码从 TOS 6的开源的 VirtualBox 到 TOS 7的 KVM 路线，那底层路线呢就更接近主流的 Linux 虚拟化站了。最后的标题呢 ？AI 原生 NAS 成了吗？我觉得 TOS 7至少给出了一个清楚的答案。AI NAS 不应该只是 NAS 里多了一个聊天框啊，它真正应该改变的是人和 NAS 的关系。那以前呢，你要学习系统怎么用啊，你要知道共享文件夹在哪里，权限在哪里，备份在哪里，日志在哪里，远程访问在哪里。那到 TOS 7呢，铁面码只想把这件事情反过来，你只需要说出来需求，那剩下呢由系统去拆任务。调工具执行反馈，那以前呢你是立功啊，现在就是你是包工头指挥帕鲁干活。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不知道你怎么看待铁面码的 TOS 7呢？这个 AI 原生的 NAS 系统呢？你觉得 NAS 最应该被 AI 接管的功能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有观众别忘了点小铃铛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 您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新闻号传哥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他们店铺传哥的数码，这是传哥，我们下期见，拜拜。